大家好，很高兴又到了我们一起学习广论的时间了。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止观次第决定之理，请大家翻开广论345页，请看原文，第3行，有没有找到行呀？看原文，若不以别别观察之观修引发清安，作为发观之理，则先求止，次乃依直修观，全无正理。说发起圣观的方法，如果不是指透过分别观察的观察修引发清安，那么要先寻求寂止，再依靠着寂止而修习圣观。宗大师说，全无正理，这点完全没有正确理由来证成的。意思是什么呢？在寂止的基础上，更进一步透过分别观察的观察修引发清安，才能获得圣观，所以才要先寻求寂止，然后更进一步修持圣观。我们再往下看，看原文，若不如是次第而修，亦即非理。以如前引解深密经说，要依获得奢摩他，乃修毗波舍那，又依前而生后，说六度中静虑般若之次第，即依增上定学而生增上慧学之次第，皆先修止而后修观次第。解释一下呢，就是说如果不依照这样的次第修持，也极度不合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呢，就如同前面引过的经典解深密经，解深密经中呢提到，说要依靠获得奢摩他，进而修习毗波舍那，不只是解深密经这么说，经庄严论中呢，也开示了六度的次第的时候呢，也说过，说依靠前者而生后者。那么在六度当中呢，依靠前者而生后者，所以是依靠静虑而生起般若，这是静虑与般若的次第。那么依靠增上定学而生起增上慧学，这些次第都是先修寂止，之后呢再修持圣观的次第。我们呢再往下看，看原文，又如前引菩萨地闻声闻地一说，当依奢摩他而修毗波舍那，中观心论及入行论修次3篇，智称论师、寂静论师等，皆说先求奢摩他已，后修圣观。说如同前面引过的什么呀？菩萨地，然后在声闻地中呢也有提到说要依靠奢摩他进而修持毗波舍那。轻便论师所著的中观心论，还有寂天菩萨所著的入行论，然后莲花戒论师所著的什么修次3篇，还有智称论师、寂静论师，这些祖师呢都宣说什么？要先寻求奢摩他，之后再修持圣观。轻便论师、寂天论师还有寂静论师，大家都熟悉了，对吧？可能比较熟悉了。但是呢，大家熟不熟悉智称论师啊？智称论师呢，也被称之为弥地论师。大约是公元11世纪时期的祖师，他是一位印度的
大班智达。注意，他是奴罗波大师的弟子。智成论师呢，在智光王的时期呢，应藏族义师的迎请，他呢也来到了西藏。可是呢，非常的不幸，迎请他的藏族的义师呢，在半途中竟然呢就是不幸往生了。然后智成论师那个时候呢，就把智成论师可能就放在那没办法。智成论师那时候还不会藏语，所以呢，就只好在某一户牧羊人的家里边去做他们的牧羊人了。然后呢，他在那个那户人家的门楣上，然后写了一个记字。后来呢，这个记子呢就被他的一位义师的弟子，看到了。然后那位义师以前呢，在印度的时候，曾经医治过智成论师，就是他是智成论师的弟子。这位义师看到了这个门上的这个笔记之后，哇，就认出来说，这是自己的上师亲笔所写的，所以就立刻就是问那户人家说，这是谁写的？回答说是那个年长的仆人写的。然后义师又问说，他人现在在哪里呀？然后回答他说，去牧羊了。于是呢，义师就给那户人家黄金啊，赎回了智成论师，也就是自己的上师。然后并且呢，将智成论师迎请到了曼龙，请上师说法传法，然后利益广大的众生。看看这位从印度来到西藏的祖师的遭遇。然后智成论师后来呢，他自己学会了藏语，然后也曾经呢教导过种敦巴尊者梵文哦，他是种敦巴尊者的梵文老师。然后他自己呢也翻译了许多密教的典籍。后来传说阿底峡尊者听到了智成论师曾经就是被当作牧羊人啊，给一个牧羊人家当仆人的这个遭遇，然后就会对藏人说，你们藏人福薄呀，在我们东西印度都找不到比这位论师更加超胜的另一位班智达呀。说阿底峡尊者说完之后就双手合十，感叹而落泪呀。这就是智成论师留下的一段佳话。然后接着我们要继续往下看，有找到行吧？故印度少数论师有找到吧？故印度少数论师有说，无需别求正奢摩他，最初记观会思则，亦能引生比波舍那者，伪诸大车所造论点，非诸智者可凭信处。那么解释一下呢，就是有一些印度论师他主张什么呀？主张呢不需要另外寻求奢摩他，他从一开始透过分别观察的智慧思则就能引生比波舍那。这种观点违背了大车论师所造的论点，所以呢是不可以作为聚会者的凭信处的。有智慧的人不能信这个，所以是不值得信任的。能不能照着这样的见解去修行呢？是绝对不行。那么大车论师的观点是什么呢？就是必须要先寻求奢摩他，在奢摩他的基础上呢，透过观察的力量引生清安，获得比波舍那，这才是正确的修行的次第。经过前面的一段辨析讨论，
我们现在应该可以了解到传承的修行次第是什么，就是正确的修行次第是什么。然后知道了这样的正确的次第之后，我们一定要依循着这样的次第去修行。所以看一看，我们今天了解了这各种观点，然后听了祖师的故事，我们会知道说，把这样的清净的传承，然后传持下来到你我的眼前，到你我的耳畔，这些祖师是花了这么多的心血，是非常不容易的。所以这个清净的传承教授能够治愈，治愈了之后能够信受，能够按照这个次第去修行，是一件多么有福报的事情。所以大家好好珍惜自己的善根，然后努力的学下去。谢谢大家。